要想富，先修路。这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话，道出了基础设施建设、互联互通同经济发展的必然联系。前不久，由中国企业参建的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全线贯通。这条连接阿北部17个省、惠及阿全国近90%人口的致富路，让阿全国上下欢欣鼓舞。想当初，这条公路沿线复杂的地质条件、频发的自然灾害和艰苦的施工环境，令许多西方建筑工程企业望而却步。但中国企业迎难而上，凭借过硬技术和丰富经验，以中国方案、中国智慧打通断头路的最后1公里，成为中阿共建“一带一路”的佳话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加关注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8月12日，由中国企业参建的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东标段84公里项目贯通，标志着历时16年建设的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全线正式通车。该路段西起塔夫省德雷安，东至毗邻突尼斯的边境城镇阿姆勒苏格。它的竣工通车，标志着连接阿尔及利亚北部17个省、全线1616公里的阿东西高速公路全线贯通。这是阿尔及利亚建国以来建设等级最高、地质状况最复杂的公路项目，为当地培养了近1万名建筑产业工人，惠及近4000万人口。通车仪式当天在阿尔及利亚塔夫省举行。阿尔及利亚总理阿卜杜拉赫曼在通车仪式上说，84公里项目的正式通车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成果，将极大便利民众出行，促进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经济交流。在东西高速公路建设过程中，阿工程技术人员收获了宝贵经验。阿尔及利亚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长穆罕默德·阿勒迪向参与公路建设的中国企业表示感谢。他说，中国企业承担了东西高速公路过半路段的建设，承建方中信建设和监理单位克服重重阻碍，为东西高速公路全线通车做出重要贡献。了解基本情况后，相信大家最感兴趣的肯定是84公里项目全长不过1216公里。对于有丰富经验的基建狂魔来说，为什么会建设16年之久？在建设过程中，中国企业又承担了哪些工程，破解了哪些技术难题？接下来，小编就为大家一一解答。2005年，阿尔及利亚政府面向国际公开招标东西高速公路项目，当时已经完成289公里，新建路段长927公里，分为东、中、西3个标段。2006年，中资企业组成联合体，参与了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项目投标，成功中标中段和西段2个标段的工程，总长528公里。同时，西方国家牵头的联合体中标了东标段，大概是399公里。2006年9月，中资公司承建的中标段和西标段正式开工建设。西标段2010年建成通车，中标段是2012年4月全线通车。西方国家牵头的联合体承建的东标段也是2006年动工，但是到2011年时放弃了建设，没有正式按照合同完成履约。我们现在所说的东标段84公里项目，就是原来西方国家牵头的联合体未完成部分的续建工程。2017年10月，阿尔及利亚政府重启东标段84公里项目，与中资公司正式签署续建合同。2018年合同生效后，中资公司克服了疫情影响，包括泥灰岩地质、高填方、碎石填筑、软基处理、隧道、超大型桥梁等技术难题，于2023年8月完成了主线全线通车。其实，从西方联合体蒙头干6年，最终无奈放弃，转而只能交给中国完成，就可以看出来该项目的难度不是一般的高。小编就以84公里项目中铁17局承建项目2标为例，该标段地处阿尔及利亚国家级重点生态湿地保护区、潮湿区、洪泛区境内，软基长达16公里，最大理论沉降量87厘米，加之自然条件复杂，地质灾害频发，被当地工程专家称为地质工程师的灾难。项目技术团队在深入研究图纸及技术规范的基础上，充分借鉴国内施工经验，通过优化设计方案、创新工艺工法等方式，接连攻克施工难题，成功将沉降量控制到技术标准范围，得到业主、监理等单位的充分认可。项目形成的技术成果和施工经验，为该国后续同类型项目建设提供了切实可行、行之有效的中国方案。
为确保项目如期通车，项目启动大干80天保通车劳动竞赛，依托在阿国市场长期深耕形成的资源、经验及人力物力优势，统筹各类施工要素，组织24小时轮班制，提前完成项目主线路面沥青摊铺施工任务。阿国工程建设主管部门、业主单位多次发函祝贺及致谢。另外，从小编列举的时间节点来看，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并非建设了整整16年。其实，中国企业仅仅用了3年多时间，就提前完成西标段通车目标，包含隧道、桥梁等技术难题的中标段，也仅用了5年多时间就完成了通车目标，而这就是中国速度。这个项目还荣获中国土木工程领域科技创新最高荣誉奖詹天佑奖，也是中国企业强大的基建实力和顽强拼搏精神的体现。西方联合体完不成的断头路，经过中国公司的努力，成为了连通阿尔及利亚17个省份的希望之路和发展之路。中国企业参建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过程中，除了破解一项项技术难题，也为当地培养了近1万名建筑产业工人。接下来，小编就继续为大家分享中企参建过程中的生动故事，以及项目的完工，为接下来的中阿基础设施领域合作积累的那些宝贵经验。修建东西高速公路的过程，也是为阿方培养人才、提高自主建设能力的过程。建筑工地就是最好的学校、最好的课堂。阿尔及利亚青年穆罕默德大学毕业后，应聘到东西高速公路，跟着中国工程师一起工作生活，拜了个中国师傅，取了个汉语名字叫阿宝。10几年来，阿宝跟中国师傅学业务、干工程，还讲了一口流利的中文。现在，阿宝已经是经验丰富的工程师。中资公司在高速公路建设期间，培养了上百名像阿宝一样的工程师青年到中国参加工程管理培训。现在这些学员都已经成为了阿尔及利亚工程建设行业的中流砥柱。此外，修路的过程也是中阿人民共同抗击自然灾害、共克时艰的生动写照。中资企业在这方面所做的贡献，得到了当地民众和政府高度评价。中国企业参与阿尔及利亚的基础设施建设已数10年，在语言学习、文化认知、标准融合、人才培养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特别是中国企业因地制宜，在实施基建过程中，不断学习和适应国际上的最新标准，用中国方案融合先进的国际标准，带动中国规范走出去。特别是在东西高速公路施工过程中，在材料、工艺和设备改造上，特别是在特殊地质条件下，不断攻克世界级技术难题，提供了中国方案，最终获得了当地监理和业主的高度认可，为中国企业赢得了信誉，树立了品牌，也为当地培养了人才。今年是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提出10周年，也是中阿建交65周年。就在上个月，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成功访华。那么接下来，中阿在“一带一路”框架内的合作还有哪些重点方向呢？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李健表示，阿尔及利亚是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，也是“一带一路”沿线重要合作伙伴。中阿双方在2018年签署了“一带一路”谅解备忘录，2022年还签署了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合作规划，双边合作领域宽、前景广、潜力大。未来中阿合作将从传统的工程承包、贸易、医疗、教育、人文扩展到能源矿产、航空航天、信息技术、数字经济、新能源汽车等一系列新兴领域。中国是阿尔及利亚基础设施的最大建设者，我们在基础设施领域为阿综合发展、民生改善做出了非常重要的突出贡献。下一阶段，在以前的合作基础之上，我们将进一步拓展双方在投资领域、旅游开发、可再生能源、汽车制造、数字经济等领域的互利合作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，使“一带一路”框架内的双边合作不断提质升级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、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